今天差点没给我气够呛。有时我是真的受不了一些女人要彩礼的说法啊！你们明明是正常恋爱交往，一谈到彩礼，他又非得说：“哎呀，我陪了你多少年，奉献了你多少年呀！哎呀，等了你多少年呀！”我的妈呀，这男人是贪了还是残了还是植物人啊？害得你跟守活寡一样在床前凑好多年呢。有一个男士啊，28岁，硕士，医生，独生子，杭州本地人，父母都退休了，条件那在婚恋市场上没得说，谈了一个4年的女朋友啊，30岁，大2岁啊。初中英语老师，老家在河北啊某地，父母务农，马上就过年了，男方想着去女方家里提亲啊。这去之前啊，女方呢就提前打招呼，就说了一下提亲的要求，差点没给男方全家给气过去。女方父母提出要求彩礼20万，5金，上门要求8大件，就是4件东西啊必须得双数。简单指导了一下啊，这中华2条，5粮液2箱，衣服2大件，还有个啥，反正都挺贵。两个人呢就因为这些事情吵了半个多月，他俩找我来了啊，那都不叫咨询，那都叫打仗啊，噼里啪啦的。男人说呀，杭州这边是不兴彩礼的，哪能给那么多呀？女方就来了句啊，你娶我你就得按照我们这边的彩礼习俗走，我们这边的习俗彩礼呢是20到30万，这给男方气的呀，坚决不同意啊。后来男方一家妥协啊，商议给10万，女方不同意啊，说我们家条件本来就不好，养大我多不容易啊，给父母这钱也是为了让他们放心啊。男士就解释呀，说这父母都是上班的，还要装修房子办婚礼，家里也没得钱了，凑这20万还得去借钱。人这姑娘呢又表示啊，我爸妈不贪钱，他们也说了，结婚呢会让我给带回来。男士这一听啊，那也行，我借10万，凑这20万给你们做彩礼，咱们啊走个形式，然后你再给我带回来，我去还钱。哎呦，姑娘一听炸了锅呀，我带不带回来那是我的自愿，带回来那也是我的嫁妆，我来安排。人男士听了呀，如果你非要这20万，那我们就分手吧。把这姑娘情绪激动的啊，我这跟了你4年，你觉得我不值这20万是吗？说到这儿，男士情绪也绷不住了，很生气啊。这4年我像祖宗一样去供着你，什么节日啊都得给你买礼物，你给我买什么了？一吵架都是我的错，一生气我就得给你买礼物，家里房租柴米油盐买菜做饭都是我承担的，隔三差五还得去带着你去旅游，周末还得去逛超市。我原本1年20多万，这4年我1分钱没攒下来，给我爸妈一共不到2万，我这4年得到什么了？人家姑娘听完来了句啊，谁家娶媳妇不给彩礼？你跟谁谈恋爱都得花钱吧，凭什么算我身上？哎呀，听他俩吵的我脑袋嗡嗡的。我问这姑娘，这4年谈的是感情吧？看在这4年的份上，彩礼能不能10万？人家姑娘坚决不同意啊，说家里啊其实都已经让过了，他家条件好，20万的最低了，如果不给那就是压根不想娶我，而且我以后还得给他生孩子等等啊，一顿叭叭叭。哎呀，我听得我忍不了了，感情生孩子那是他的不是你的呀，生孩子是违背了你的意愿是不？你是没打算生还是被对方胁迫的呀？然后这姑娘不说话，男士就问他，我们家拿不出20万你就不想结是吧？人家姑娘说是，我觉得你并不爱我，你爱我是不会让我为难的。哎呀，接着男士提了分手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彩礼这事儿怎么处理？兄弟们记好了，彩礼其实就是立场问题。有的女孩子人父母要彩礼高了，觉得让男友为难了，会主动劝和，这种能为你考虑的女孩子一定要娶。你跟谁过日子的，你立场你要搞清楚的。反而有一些女方啊要彩礼啊占娘家，那真跟土匪没啥区别了，一听要结婚了，要彩礼嫌房子小嫌车破，哎呀那事就来了呀。毒鸡汤看多了吧，就觉得男人就应该给你承担这些，就这么个逼法，结婚啊也过不安生。咱们就事论事啊，别一上来把女性定义为弱者。谈恋爱那是两情相悦、互相接受的结果，结婚和怀孕都是双方意愿下的正常流程，没必要 PUA 对方，刻意把自己整成啊大苦大悲的。千万别把恋爱结婚啊整成跟做买卖提供服务一样，如果是交易是服务，那就讲好价格和条件。双方明确好责任和义务是什么，交易就要拿出专业精神，别整得动真情去谈恋爱一样。兄弟们啊，劝你们，不是恋爱谈不起，而是相亲更有性价比。恋爱只能谈一个，相亲一天能相10个，而且相亲这玩意儿上瘾啊，永远都期待下一个。走你！在相亲这个圈里啊，你要是混久了，你就特别容易犯迷惑，你就想不明白有些人脑子是怎么想的。有一姐妹昨天相亲啊，带闺蜜去了，没成想人男方想找闺蜜了，找我哭有啥用？那么你活该的吗？昨晚有一对相亲男女啊，第一次见面，特别有意思啊。男方95年的，在银行上班啊，这姑娘是97年自己开了个奶茶店。这姑娘吧，相亲就特别不好意思，怕尴尬嘛，就喊了一闺蜜。人98年的小学老师啊，临去之前还现嘱咐闺蜜啊，别化妆，朴素一点。人闺蜜听了呀，穿了一身运动服去了，这不去没啥，一去，哎呦完蛋了。因为这姑娘特别爱吃料理嘛哈，这男士就找了一家很不错的东南亚菜馆。晚上7点多了，男士到的时候，这姑娘正好去了卫生间。哎呀，她来了就以为这闺蜜相亲对象啊，一看人闺蜜穿着朴素，也不化妆，和以往的相亲对象这完全不一样啊。哎呀，又清纯又好看，好感大增，这内心啊特别满意，赶紧上前自我介绍。这闺蜜一看，哎呀妈呀，这是搞错了啊！赶紧解释啊，自己是女方的朋友，
这把男士给整得很尴尬。不一会儿这姑娘来了啊，就解释说呀，这闺蜜啊正好路过，就一起过来吃个饭，问她介不介意。人男士嘴上肯定说不介意啊，这心里啊指不定多少个草泥马过去呢。哎呀，这抬头一看呀，相亲对象个子不高，化了个大浓妆，说话还有股社会风，远不如人家这闺蜜啊。后来这仨人都想着相亲嘛，都得坐下来聊聊看看啊，忍一忍呐。点菜的时候，这相亲姑娘呀，呼哧一下都点了6个菜。闺蜜在旁边啊，就劝着，哎呀，少点点，吃完再要吧。这姑娘说没事没事啊，又点了这个店里的一些小吃和饮品。男士看着多少都觉得亏啊，带点火气啊。这姑娘呢，一开始啊，她就没看上男士，觉得男士打扮有点土，个子也不高，不是她喜欢类型。吃饭的时候的态度比较冷淡，不怎么说话。哎呀，还一个劲儿让闺蜜出面啊，没法，人闺蜜怕冷场啊，就跟男士在那唠嗑。结果两人是越聊越投机啊。这相亲姑娘她本身有点看不上这个男士，就没怎么搭理，一个劲儿的吃饭刷手机啊。偶尔呢就不跟男士聊聊，问他一个月工资多少钱，男士就说啊自己一个月到手8000。哎呀，这姑娘一听啊，就表达说啊自己20岁的时候就已经年入10万了。这话让男士啊都觉得是有点暗讽自己收入低啊，他就面特别下不来，就开始讨厌这相亲姑娘。人家闺蜜就很懂事啊，听了之后就打圆场，哎呀说这事业单位啊，这工资虽然不高，但是人待遇好，对吧？这姑娘听了就怼过去啊，单位好有什么用啊？那赚的钱都不够生活费的，以后啊还得吃灰。说完之后又去玩手机去了。反正最后啊，这男士和这闺蜜聊天去了，相亲姑娘就没怎么搭理。结果两个人可能无意之间啊，就问起男方家里做什么的。人男方说啊，这父亲是做生意的，家里好几个商铺啊，怎么要打理呢？这一句话啊，旁边的相亲姑娘两眼放光啊，和之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特别的热情，赶紧打断呀，不让闺蜜和她聊天了。这要是给抢去了，那不完蛋了。中间就不断的插话，说自己的三观啊和男方哎呀很合适等等，可以互相再了解看看。男士就已经很反感她了啊，不怎么搭理，就跟这闺蜜聊的那是热火朝天的，整得这姑娘在中间老尴尬了。最后呢是吃的差不多了，男士记账，哎呀这一结呀1000多块钱呀，虽然心里特别不愿意，但是面子搁那儿了哈，还是把钱付了。这姑娘的闺蜜啊就特别有眼力劲儿，看得出来这男方不愿意啊，就主动加了男士好友，给男士转了800块钱啊，说这第一次见面啊，3个人 AA 啊比较好。行了啊，俩人加上好友了，这相亲姑娘就不愿意啊，就一个劲儿的把闺蜜往后扒了，不让她付钱。男士去开车了，一看是个宝马，哎呀，这相亲姑娘就特别的积极的要坐副驾，但男士不让闺蜜坐，把这姑娘给气的呀，就生气嘛，说有事我就不坐车了。男士是二话不说，一脚油门拉着闺蜜就走了，把这姑娘气得直跺脚啊！哎呀，半夜的11点了吧，给我打电话，一会儿说这闺蜜的不是，一会儿又说这男士的不是，一会儿又后悔，哎呀，怎么带闺蜜出来了？整的我是一点好脸色都没给哈！你说你自己势利眼就罢了，还埋怨别人，相亲带个闺蜜干啥呀？我看你脑子只装了个进水管，忘装排水管了吧？他说呀，哎呀，我也没想到这闺蜜能挖我墙角啊！我一听你可拉倒吧啊，能挖动你墙角，那说明你本身就是个豆腐渣。事已至此，你就别阻拦人家和你闺蜜发展了，对吧？成了，哎，送个大猪头给你，感谢你吧。相亲市场，男人可以向下兼容，女人不行，必须得往上嫁，差一点都不行。你以为我想说女孩子呀？我是真的忍不住啊！现在女孩子找对象的思想，你真能让她给整崩溃了。身高、长相、性格、学历、工作、收入、家庭啊，通通都得纳入考虑范围，不能比自己差，不能比朋友差，也不能比闺蜜她老公差。你说要命不要命？今天有一个91年的上海姑娘给我打电话啊，问我这里有没有合适对象。我问她要求，她说要求不高，只要能在上海有房工作稳定，未婚就可以。这话一出，你说你不吓得人肝疼吗？上海一套房子首付也得几百万，一个男人从20多岁出来毕业，给他15年的时间，不吃不喝一年几十万才会赚得出来啊！我说这要求太高了，不现实。他说他朋友好多都在上海结婚了啊，南方买的房子他也想。听完我问他呀，那你现在怎么还没嫁出去呢？他说自己挺后悔的，相亲有个7、8年了，那个时候就一门心思呀，想找个有房子的、有户口的、年薪几十万的，哎，长得还得好看的。基本啊，他看上的看不上他，看上他的他也觉得心里不太痛快。就这样挑挑拣拣，到了30岁着急了呀。即便着急啊，也不甘心放低要求。曾经啊，这个有个上海有房子、年薪几十万男人喜欢他，但他觉得这个男人啊情商不高，吃饭吧唧嘴，哎，说话声音大等等，就没同意啊。结果这个男的很快就找到结婚对象了，他还在相亲。这不一晃，今年32岁了，朋友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，他就很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啊，他也不挑了，说只要有房子能让他定居在上海就可以。我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，他说自己在外企做翻译的，工作体面啊，月薪8000左右。听完之后啊，我就问他在上海待了几年了，他说9年了。问他攒了多少钱，他说这物价太贵了啊，房租一个月就要接近1半的工资，每个月都剩不下来啊，家里有时候还得贴补，但是也存了一些存款，大约有3万多。他说完呢，我很委婉的告诉他，
姑娘，你想找的上海有房子、工作稳定、未婚的男士，大概率人家看不上你的，这不现实啊！你可能还需要再降低标准，比如说啊，找离异的、找房子在郊区的。他听了特别不满意啊，觉得是我在嫌弃他，其实他年龄，故意让他找条件不好的。哎呀，咱是很有耐心啊，姑娘，你看，我这有一个98年的姑娘，国企工作，有上海户口，她也想找个上海有房子、工作稳定，而且能接受10岁的年龄差的未婚男士。其他呀都不做要求，你觉得这个男士是想认识你还是想认他呢？他给我来了句啊，年轻的不成熟，我稳重啊。哎呀，姐妹儿，这人找对象都是视觉动物，一上来都想找好看的吧？年轻的胶原蛋白多呀，就算脾气作闹点，这心里也痛快吧？他开始情绪有点激动，问我难道我未婚就一定要嫁给一个2婚带娃的吗？上海那么多有房子的，怎么就没有看得上我的吗？我说这有一个男孩子啊，90年的33岁，做软件开发的，年薪在30万。在上海首富啊，有房子，南京还有2套房，存款大约10万左右。人呢，经常熬夜，有点秃顶，作息不规律，有啤酒肚啊，身高在170，体重接近200斤。你愿不愿意认识？他听完就支支吾吾的跟我说呀，哎呀，这形象太差了，存款太少了，不太能接受。我一听啊，这得亏是跟你打电话呀，你要过来跟我当面，这王八都得揍你。就刚才这个男孩子啊，他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你，人家呀已经有好几个95后的女孩子都等着想认识他呢。他听完又开始这个焦虑纠结啊，是不是又嫁不出去了？昨天还有个女孩子想在北京定居，张口也不看自己什么情况，就要找那京房京户年收入几十万的男人。哎呀，听完了啊，我是真的很想给他买个镜子照照自己，大白天做梦的不害臊吗？很多来相亲的姑娘们，明里啊说没什么要求，暗里的择偶要求啊，相貌、品行、身高、学历、收入、家庭等等都要考虑进去。理由啊，不能委屈自己，不能比别人家的差，不能让父母失望。低学历、低层次的男性们都不足以成为择偶对象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也营造了一种这样的环境，有意无意的去引导女性的择偶观，学历、工作、家世都变成了择偶的筹码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总是希望通过婚姻不劳而获，跨越阶级。很多毒鸡汤啊，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他们的婚姻观。你要是找一个比你差的老公啊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。我就在想，三毛跟荷西的故事如果放在今天，就不是撒哈拉的故事了。哲学女博士与高中男技师宣称他们是真爱，这话题这流量，男女双方瞬间都能被当下的婚恋观给喷成筛子。人嘛，自知之明是很重要的，有一个正的婚姻观，你找对象你也能幸福的。这个对于我来说都不算啥。